当地时间周四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见，就中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局势风云变幻之际，中俄互相表达有力支持对方核心利益问题的意愿。中俄加强战略沟通，将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来看看分析。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保持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深化贸易、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普京表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许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俄中友谊与互信，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固如山，俄中都主张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树立了国际关系典范。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谴责个别国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习近平赞赏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环球时报社评指出，中俄元首在上合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已经不再遮掩对中俄之间正常且正当的合作公开进行威胁、恐吓和舆论抹黑。好在中俄都是拥有强大战略定力和自主能力的国家，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没有也不会因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或来自第三方的压力而改变初心和航向，而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逻辑和节奏。中俄关系的这种独立自主价值，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际关系的创新。全球治理赤字呢也日益严重，那么全球治理体系呢也是迎来了空前挑战。那么无论外界形势如何变化呢，中俄关系始终不变。这种不变呢，实际上就是对全球稳定做出了一个最大的贡献。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上公布的文字记录，普京在撒马尔罕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共同主张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公正、民主和多极化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某些人发明并试图强加给他人的某些规则，甚至都没有解释它是什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韩露对深圳卫视表示，美国及西方一些势力动辄拿所谓秩序、规则说事，实际上就是美国强权政治的翻版，本质上是为了服务其自身利益和霸权地位。此次中俄元首再次强调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助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习主席之前也提出过2个倡议，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实际上是也为了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呢，提供了这个中国的智慧。上合组织实际上是一种清流，坚持这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种对外合作理念，那么也是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的那种就是治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俄元首会晤的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中海军在落实国际军事合作的框架内，正在太平洋水域展开了第2次联合巡航。两国舰艇举行联合战术机动、编组舰艇之间的通信组织、舰载直升机飞行以及一系列火炮实战演练。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中俄海军第2次联合巡航。去年10月17号到23号，中俄海上联合2021演习结束后，就组织实施了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当时，联合编队从彼得大帝湾出发，横渡日本海，穿越金青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穿越大隅海峡进入东海，环绕日本列岛1周。巡航期间，中俄联合编队组织了联合航渡、联合机动、实际使用武器等科目演练。日本 NHK 和路透社等高度关注中俄海军第2次联合巡航。日本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驻日本横须贺基地的美海军核动力航母里根号目前正好结束休整，离港部署。日媒还渲染紧张气氛，认为里根号距离上次部署结束才3周时间，这种部署密度较为罕见。实际上，美日同盟才是地区和平的不安定因素。根据日本防卫省的统计，今年以来，美日军事同盟比往年同期更加活跃。今年1月到7月，美日联演的场次比去年同期暴增50%。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这次在撒马尔罕，习近平和普京还参加了另外一场3边会晤。周四下午，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宾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举行中俄蒙三国元首第6次会晤。这次会晤发布了一项重要成果，三方确认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延期5年，正式启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线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可行性研究，商定积极推进中俄天然气管道过境蒙古国铺设项目。实际上，能源合作是中俄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多年的持续建设已经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据央视周五报道，国家管网集团发布，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河北安平至山东泰安段通气运行，标志着我国东部能源通道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地区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高。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起点位于黑龙江省黑河中俄边境，止于上海市白鹤莫站，是中国首条自主建设管理的智慧管道样板工程。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分北、中、南3段核准建设。此次建设投产的相关区间是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320公里，2020年10月开工建设，而北段和中段均已投产运行，全线将于2025年建成投产。全线投产运营后，将全面打通我国东部能源通道，推动管道沿线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此前一天也表示，将于2024年动工的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西伯利亚力量2或将取代目前已被暂停的北溪2管线。西伯利亚力量2是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运往中国的第2个大型管道项目协议。La Russie est un grand pays géopolitique fournisseur de gaz surtout, et pour la Chine, qui est un grand premier consommateur de gaz naturel, effectivement, ces liens sont naturels. Et pour l'Occident, effectivement, ça pose problème parce que d'un côté, ils sanctionnent la Russie pour tous ceux qui achètent le gaz russe considérés un peu comme les ennemis, mais en même temps, les États-Unis achètent aussi du russe. Donc c'est un peu hypocrite à mon sens.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在上合峰会发表重要讲话，以5个坚持总结上合重要经验。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领悟？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前天深夜抵达萨马尔罕机场发表书面讲话时呢，就曾特别指出，期待出席上合萨马尔罕峰会，同各方呢一道弘扬上海精神，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本组织的健康发展。那么上海精神如何进一步的弘扬？上合组织互利合作如何全面深化？组织发展如何确保健康可持续？中国元首今天的2篇重磅讲话，包括此前在小范围会谈中的精彩表述，给出了卓有成效的中国方案，也阐发了启人思考的中国智慧。上合组织20多年一路走来，持续壮大的重要的经验，无疑是可复制、可借鉴的组织行动原则。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天呢，将之全面总结为5个坚持，也就是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上合组织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奉行协商一致原则。也就是说，在诸如扩员等等一系列事关上合自身命运与发展的重大的议程上，都坚持成员国共同确认。那么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遇事多商量，有事儿好商量，绝不搞以大欺小，以强凌弱。那么正是这样一种理念原则与行为方式，决定了上合组织它的独特的气质，使它呢完全有别于基于地缘政治鼓动阵营对抗、搞排他式封闭小圈子的那些个多边组织。在我看来，坚持遇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的上合，它完全站在北约或者是AUKUS、美英澳核潜艇同盟这类由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的对立面。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上合成员的内部就没有利益矛盾与协调难题，甚至呢摩擦磕碰也是少不了的。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作为西方地缘政治语境下的宿敌，那么如何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达成协商一致，实现利益协调？如何缓解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乃至避免进一步的冲突？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又比如吉尔吉斯与塔吉克，他们呢都是上合的正式成员国，
但是今天不少西方媒体都在报道，两国边境地区近来爆发了冲突，并且呢已经造成人员伤亡。那么两国外交安全部门已经在就此进行会商。未来随着上合组织的进一步的扩大，类似安全问题与挑战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中国元首也就上合下一步发展发出5点倡议，这又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呢？这篇重磅讲话对当前国际形势有一个明确的态势判断，这也是中国元首这2年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一以贯之的深刻剖析。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昨天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谈时，中国元首也阐发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3重维度，那就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那么这3重维度之变的突出表现和尖锐矛盾，今天的重磅讲话呢也有精准到位的概括梳理。世界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极端政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那么也正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精准把握，就国际风云变幻的直面应对，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了5大倡议，他们最终指向的愿景是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那么这样看来，中国元首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擘画了一份全覆盖的清晰的路线图。上合组织未来要走得稳、走得远，中国元首呢发出加大相互支持、拓展安全合作、强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坚持多边主义等等5大倡议。那么此前在小范围讲话中也倡议要4个坚持。那么这些个倡议既覆盖上合组织的理念与机制建设，也回应所有上合成员国、观察员国乃至对话伙伴国体系参与者在安全以及发展这2大最核心领域的共同关切。那么就安全关切而言，倡议真正落到实处，上合的联合反恐演习将会常态化，上合安全架构将会更加均衡、有效、可持续。上合成员会就此把本国的前途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就发展关切而言呢，上合组织也将会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维护、货币结算等等诸多领域迈出实质步伐，营造地区各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个美好前景。今天，中国元首也特别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强调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新发展给世界带来新机遇。中方视上合组织为优先外交方向，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经多次强调，中国最高领导人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外访。之所以成为全球焦点，备受各方关注，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外界将这一次外访视作前瞻把握中共20大这一中国今年最重要政治议程的一个观察窗口。今天是16号，还有整整1个月，中共20大即将召开。因此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间节点，外界通过上合峰会这个观察窗口，确实得到了中方最权威，也是外界最乐于听到的回答。一句话，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天给外部世界吃下了定心丸，带来了最大的确定性。那么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动荡交织的这个当下，这样一种来自负责任大国的确定性，恰恰是极度稀缺，也是极其珍贵的。那么通过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口，外部世界正在得出并且在强化这样一个预判：中共20大作为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发展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擘画下一阶段中国发展蓝图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必将会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必将成功可期，而中国式现代化它所孕育的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与共同发展巨大机遇，也必将为包括上合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共同分享。我昨天在节目中也曾特别谈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为期3天的中亚行程，让外界喘不过气来的高强度、高负荷的习近平高访节奏在精彩上演，在贯穿始终。那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在多边场合，或者是双边会见，乃至时间精确到分分秒秒的国事访问行程中，所有与中国元首当面接触的外国领导人，他们无一不就这2项最关键的议程毫不含糊地明确发声，预祝中共20大圆满召开，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个人认为，这是大国外交在上合方向的最重要的收获。中秋时节，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吸引世界目光。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秉持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讲话内容得到与会各国的强烈共鸣。本次峰会还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与会领导人发表萨马尔罕宣言。而另一大关注点是其成立21年以来的第2次扩员。伊朗完成正式加入程序，意味着上合组织将首次把影响力扩展到波斯湾沿岸地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周五在萨马尔罕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20周年，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亚欧大陆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维护亚欧大陆和平与发展是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上海合作组织为此肩负着重要职责。近来，越来越多国家申请加入上合大家庭，充分表明上海合作组织的理念深入人心，发展前景被广泛看好。中方祝贺印度接任上海合作组织下一届轮值主席国，愿同各方一道，支持印方做好主席国工作。习近平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最大程度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提供强大动能，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习近平表示，再过1个月，我们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将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事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我们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新发展给世界带来新机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会后，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萨马尔罕宣言。会议发表了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国际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等多份声明和文件，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埃及、沙特、卡塔尔同意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批准成员国睦邻友好长期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等一系列决议。上合组织萨马尔罕峰会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各成员国元首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承诺的备忘录。之后，伊朗按规定履行相关义务，完成正式加入程序，成为正式会员国。伊朗入群意味着上合组织将首次把影响力扩展到波斯湾沿岸地区，这对世界局势将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伊朗总统莱西近日表示，伊朗非常重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这可以将伊朗与亚洲的经济基础设施联系起来，对于伊朗在地区贸易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非常重要。伊朗能够加入上合组织的话，是对上合组织的这种声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个认可。因为伊朗是中东的一个大国，那么人口有8000万啊，快到1个亿了。那么面积也有160多万平方公里，所以这样一个大国加入上合组织的话，明显就会在人口上、在经济实力上、在土地面积上，那么对上合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加号。乌兹别克斯坦专家表示，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国际事务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已成为全球颇具影响力的组织。本次峰会继续推进包括伊朗加入进程等事务，使其具有历史性意义。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хват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уже покрывает чуть ли не всю Евразию. С эт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ечно, внимание к эт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еперь будет. ШОС, конечно же, уж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лияте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Это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влиятельная, сильная и авторитет. 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坚持结伴不结盟。随着扩员进程的推进，上合组织大家庭的影响力稳步扩大。一些西方媒体不断恶意揣测上合组织是所谓东方北约或北约的对手。对此，观察指出，上合组织与北约有着本质区别。北约是一个军事组织，上合组织是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组织，并没有北约那样的军事层面的计划。同时，上合组织合作是从安全起步的，其成立的初心是要解决本地区冷战时期遗留的问题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的是地区国家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日前表示，一个更为强大的上合组织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与公正性、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文明的互鉴交流都是十分有益的。那么上合组织的出现，而且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我们说是新兴国家。那么我觉得这个上合组织的出现，对国际政治的平衡、对世界的多极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能够发出来，是有非常正面的意义的。上合组织成为区域国家讨论安全问题的重要平台，也促进彼此之间的经贸联系。中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达3433亿美元，同比增长40%，是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的28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2268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中国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认为，上合组织国家越来越重视经济、投资和贸易，在建立新运输走廊等方面不断强化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上合组织魅力增强的根本原因。安全合作和经济贸易合作是上合组织的两个轮子、两个方向缺一不可。但是如果说基础的话，还是安全合作。那么如果没有安全合作，没有一个上合组织内部的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这个经济合作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巴基斯坦国际关系专家、曾担任巴基斯坦国防大学校长顾问的埃贾兹·阿克拉姆表示，中国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解决区域安全和发展问题提供了绝佳平台。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确保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二个是减少贫困，然后是增进区域内贸易。我认为上合组织是讨论上述问题的很好的平台。本月初，美方宣布总额11.06亿美元的售台武器计划，中方对此强烈反对。周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决定对参与此次售武的雷神技术公司和波音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实施制裁。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政府决定对参与此次售武的雷神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耶斯、波音防务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伯特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雷神技术公司及波音防务公司首次被中国制裁。2020年10月，中方宣布对参与了18亿美元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3家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话，实际上跟之前相比较，对公司进行制裁，那么精准度呢就大幅的提升了嘛。对这些具体的人员进行制裁，就会使得他们在开展业务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深圳卫视根据公开资料了解到，这几家被中方制裁的美国企业，就以不同形式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市场是他们海外市场的组成部分，业务涉及飞机、能源和电子等多个领域。
雷神公司关联的惠普公司是世界3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它的产品被应用在主流民航客机机型中。此外，雷神关联的奥蒂斯电梯也在中国拥有较大市场份额。2021年，奥蒂斯在华电梯销售额约占中国电梯市场的1/7。而波音防务虽然在华没有业务，但其关联的波音公司是民航客机制造的巨头，中国是波音客机的最重要市场之一。实际上，波音公司近年来遭遇737 MAX 机型的失败，至今仍未走出阴影。近2年亏损总额超过160亿美元。而今年7月，中国与欧洲的空客签订292架飞机的超级订单，总价值高达370亿美元。美国媒体形容这是令波音公司窒息的消息。中国的国力呢越强，相关的产业链方面呢，中国呢也是呢越来越强大。这样一来的话，它反过来呢就是作用的就是我们对美国相关的这些人员进行制裁，那显然效果就越来越强嘛。实际上，这些公司被中方制裁是意料之中的事。中方已经多次警告勿谓言之不预，但他们仍然为了眼前利益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9月2号，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3批总价值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的第6次对台军售案，其金额几乎达到了过去5次的总和，包括100枚响尾蛇导弹、60枚鱼叉反舰导弹及监视雷达合约，供应商正是雷神和波音防务。但岛内媒体披露，近年来美方虽然合约签的不少，但交付的情况却不理想。数据显示，至少有10种武器尚未交付，包括 F-16战机、毒刺防空导弹、M109A6 自行火炮等。美国积压的对台军售订单高达140亿美元。而不得不提的是，美方对台军售并非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而是台当局将资金提前存入账户，由美方自行划扣。这意味着军火还没有到手，但钱已经付了，这遭到岛内舆论长期诟病。但民进党当局却不敢对美方提出新的方案。分析认为，拜登上台以来，不断以切香肠的方式搞对台军售。在佩洛西窜台后，中方推出多项反制措施，包括暂停8个方面与美方的合作与对话。拜登此时推出新一笔对台军售有3个目的：首先，想施压中方重启对话合作。第二，美国通胀高企，加息以及各种经济注水措施无效，因此有兜售军火的现实目的。但最重要的是，11月将举行中期选举，拜登所在的民主党遭遇特朗普及共和党的强劲压力，因此对华示强成为一种选举手段。美英澳3国小圈子想搞暗箱操作，把核潜艇合作洗白，但中方坚决向国际社会揭露他们企图搞核扩散的图谋。在中方推动设置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第4次协会一致决定，以单独正式议题的形式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有关问题。中方在会上隶属3国合作的7大问题，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广大成员国的普遍呼应。周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中方推动设置、成员国4次协商一致通过的单独正式议题下，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大使在会后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强调，中方挫败了一些国家企图劫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图谋。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涉及核武器材料的非法转让，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但一直以来3国始终回避其核扩散行径的问题本质，散发了很多的谬论来混淆是非，误导国际社会。中方在会上隶属3国合作的7大问题，包括美英澳3国用所谓海军动力堆为借口，极力回避3国合作涉及核武器材料非法转让这一原罪。而实际上，所谓海军动力堆问题本质上是核扩散行为。3国散布的封存在反应堆中的核材料无法直接用于核武器，是误导舆论。尤其是澳大利亚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申报义务，3国核潜艇合作开创核扩散恶劣先例，超出现有保障监督体系范畴，必须由机构全体成员国共同讨论解决方案。它特别突出了一个就是核能武器化的问题，就是它的这种转让核材料呢是武器性质的核材料。那么这个核材料的话呢，虽然3国用一个海军动力堆来弄，但它掩盖不了就是核能武器化的这样一个本质问题，就是他们在绑架联合国这个原子能机构，
对吧？他们的话呢，绑架这个为自己三国的合作寻找借口，实际带有越俎代庖的这样一种性质。事实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也强烈反对美英澳核潜艇计划，批评这将严重损害区域性核不扩散机制，不仅涉及武器级和材料，还可能带来核污染风险，对南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构成现实安全威胁，严重损害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精神，破坏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乌里扬诺夫也谴责美英澳三国不负责任，向国际社会隐瞒相关信息。It will be a NATO-like entity, which, by definition, will affect negatively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Pacific region, which is very unfortunate, and it'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t's a long-standing challenge to other countries. 值得警惕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和稀泥的苗头。上周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保障监督问题向机构理事会提交报告，表示机构已与三国就相关问题开展技术磋商，还表示欢迎美英澳就此与机构保持接触。舆论认为这是企图将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洗白的行为。周一，王军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不能沦为三国政治工具，做出误导性结论。总干事在缺乏正当法律依据和成员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处理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这一核扩散行径，甚至在这三国尚未申报有关核材料和核活动的情况下，就已做出其核潜艇合作适用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例外条款等一系列结论，这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十分荒唐。实际上，这个三国的核潜艇，从本质上那就是错的，不光是涉及到核扩散，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而且的话呢，还直接抵触那个机构的规约的宗旨，不要南辕北辙，更不要火中取栗，为三国的核扩散行径背书。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达成以来，核武器国家首次公然向无核武器国家输出成吨的核武器材料。不光是输出数量大，在浓缩铀丰度上，美英直接向澳输出丰度超过90%的武器级高浓铀，远超其为伊朗划定的3.67%红线。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英国这样的核国家，在这个核不扩散问题上，它完全采用了一种双重标准，用双重标准来为自己的行为做掩护。1年前的9月15号，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奥库斯，在该框架下，美英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至少8艘核潜艇。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与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此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8艘核潜艇的武器级高浓度铀多达1.6到2吨，可以用来制造64至80枚核武器。为此，澳大利亚不惜撕毁了与法国的一份价值500亿美元的常规潜艇合同。去年11月，在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声中，美英澳又签署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正式允许澳大利亚获取美英机密核潜艇信息。今年3月，澳大利亚发表声明称，要在澳东海岸建造一个新的潜艇基地，用来停靠未来的核潜艇，同时支持美英核潜艇定期访问。今年4月，美英澳发表关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实施进展的情况说明，称该框架下的核潜艇项目已经取得多项进展。但美国《纽约时报》曾在报道中指出，由于技术和产能的缘故，澳大利亚海军想要获得核潜艇，最快也要等19年，也就是要到2040年。但澳海军的潜艇荒短期内无解。前不久有消息称，澳方寻求向美方购买2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交付日期被定在2030年。还有消息称，由于美方自己的潜艇也不够用，因此要求英方向澳海军提供。7月时，英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托尼·拉达金就表示，将在澳大利亚部署一支潜艇部队。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艇员将被编入英军潜艇接受训练，并共同参加行动，以提高澳方人员对核潜艇的操作技能。我个人研判呢，英国最有可能向澳大利亚派遣的是这个机敏级的攻击性核潜艇。考虑到英国目前仅现已有4艘的这个机敏级攻击性核潜艇，
未来向澳大利亚派遣部署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下一个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中方外交人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上猛批美英澳核动力潜艇合作问题，您如何看？我想毫无疑问，核潜艇的浓缩铀不同于常规核电站使用的浓缩铀，后者的丰度在5%以内，而前者的丰度高达90%以上，是绝对禁止任意转让的高危险核材料。同时，美国、英国帮助澳大利亚生产的核动力潜艇，虽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核武器，但是它却是一个进攻性的武器，是属于非和平目的的使用核。因此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属于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严重违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如何抓住和利用这个事实，对美英澳展开反击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次中国外交人员非常敏锐与果断地抓住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我们知道近年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外交层面对中国发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击，中国始终面临着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击的问题。我认为中方罗列出的7大问题可谓是各个击指要害，击中了美英澳3国的软肋，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典范。那中方这次出手阻止美英澳潜艇合作，又将会对自身的安全环境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毫无疑问，美英澳3国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一旦澳大利亚拥有了先进的核动力潜艇，那他们就不仅增加了介入中国南海与台海问题的资本，而且澳大利亚还将进一步奠定美国进攻中国桥头堡的战略地位，给中国周边的安全带来长久的隐患。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一旦部署核动力潜艇，还势必会引起南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紧张，并使得他们也会谋求拥有自己的核动力潜艇。那么如此一来，就势必会在中国周边地区掀起一轮核动力的潜艇军备竞赛，并进一步恶化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因此假如中方这是能够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这个平台上，以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尊严名义，阻止美英澳核动力潜艇的合作，那就无疑开创了一个利用国际法来化解中国周边安全问题困境的先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澳大利亚准备跟美国、英国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之外，近年来日本也在蠢蠢欲动，准备要求美国为其撑开核保护伞，甚至是要求美国实现核共享。因此这是中方阻击美英澳3国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也有敲山政府、打击美日核共享的意味在里面。那么还有就是1年前的9月15号，美英澳宣布建立3国军事联盟，也就是俗称的 AUKUS， 其核心计划就是美英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因此假如这次中方能够成功阻止美英澳共建核动力潜艇的计划，那也就意味着美英澳3国军事同盟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折，这无疑有助于打击美国企图在区内拉帮结派、建立各种军事同盟的势头。